嗨，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是大明。今天要来拍一个很紧急的影片。今天时间是台湾的10月22号晚上6点50分。那2天前，台湾的天气忽然变得很冷，那就开始有琴友在群组里面在网络上在发问，这个半音阶口琴在气温低或者是冬天的时候会粘胶片的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今天我就来分享几个我自己的经验，还有好用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然后让你去度过这个难关。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款要介绍的是这个暖琴宝，那它是由台湾的李孝明老师，我们都叫他小面老师所研发制作的。那这个暖琴宝它有分为几个款式哦，第一个是基本款，然后再来是进阶款，然后还有高级款。那我手上有2个款式哦，一个是基本款，一个是进阶款。那基本款它上面是单加热片，所以它是一个 USB 的接口，那你可以接在行动电源或者是一般我们充手机的这个插座上。它单加热片，它在加热的时候效率会比我手上这个进阶款的双加热片的还稍微低一点。那双加热片的好处是它正反两面它都有加热片，那一样它用魔鬼毡粘住这个开口。那这2个你就一样接在手机的充电器上，现在在外面都可以买得到这种双输出的 USB 充电器。那你接上去之后，口琴放进去，我拿一支口琴给大家看好了。好，你把口琴放到这个暖琴宝里，它前面有一个魔鬼毡，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粘着，这样你的口琴就不会掉出来。然后再接到插座上去加热，这样很快就可以让你的口琴到达一定的温度。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因为双加热片它的效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让口琴达到一定的温度。那如果你一直都放在里面的话，口琴拿出来甚至会有一点烫手。所以在使用双加热片的时候，你要适时的做调整。例如今天你觉得天气没有这么冷，你就不要用到双加热片，你只要用单头的去加热就可以了。那如果像天狼星乐团，或者是我们在山上演出，或者是在冬天在国外演出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这个气温可能是10度以下，有时候甚至接近0度。那这时候如果你只用单加热片的话，可能就会不够力。那这时候双加热片就会派上用场。所以你要视情况去调整你的使用的加热片数。那如果以实用性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双加热片的效果会比单加热片的还好。前面有一个魔鬼毡的开口，那我自己在使用的时候，为了不要让我的琴会达到有点烫手的感觉，所以我在把琴放进去之后，我的这个魔鬼毡都会是维持这种微开的状态，那让空气会有一点流进去，不至于这里面的温度达到太高。好，我们接下来介绍2个盒子。这2个盒子是我自己在演出跟教学上很常用的盒子，那里面也具有暖琴的功能。那我们就先从小的来介绍给大家看。好，小的这个盒子它是2把装的，它是一般你在买麦克风的时候会送的盒子。那我把它里面改造成可以装2把的凹槽，然后我做了一个加热片的这个设计。好，所以这个是 USB 的加热片，也就是说你用一般手机的这种头，然后它买到的时候会是一个 USB 的头，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调温的控制，加上衔接的地方，然后底下是一个加热片，我把它铺在琴的底下。好，那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接到一般充手机的变压器上面，就可以做充电，然后你可以调节它的温度。好，等一下我们接给大家看。那2把口琴的摆放，在做的时候，我在内侧的地方我有做一个凹槽，所以就可以卡住按键，所以口琴就可以放成这个样子。这样它就会很平稳，那也不会有任何晃动。然后我在侧边的时候，我有留了一个小的缺口，也就是我把盒子盖上的时候，线是不会压到的。这样的话，我在上课教学的时候，或者在一些比较小型的演出，不用带这么多口琴，
就会很方便，我就只要提着这一个，然后上台，电源插着就可以直接的使用。好，所以这个口琴的加热是我自己去做改装改造的哈。那它就是符合我很常使用的16孔半音阶口琴的习惯。好，那我们来介绍第二个比较大的盒子。好，这个盒子是我平常去演奏会啊，或者是出国演出会带口琴的盒子。那里面一样有做了加热片的加工。那这个盒子印象中它也是麦克风的盒子，然后我再去做切割，上面有很多贴纸，有机会再拍一集跟大家介绍这个贴纸。好，打开之后，它是双加热片的加工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上排的地方粘了一片加热片，那我在底部下排也粘了一个加热片，里面我插了一支小螺丝起子，临时要调整什么东西所使用。然后因为是双加热片，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里有2个转接口。好，那这个卡槽我通常在安装口琴的配置，我通常都会先把12孔的装在比较小的卡槽的地方，然后半音阶口琴，就把它装进来，把它装到这个卡槽的地方。这样你就可以完整，然后而且它在戴的时候也不太会晃动，你就可以把它盖起来。然后侧面的地方，我一样做了这个切口的设计，所以在线拉出来之后，我的盖子还是可以很安稳的盖上。有时候你在演奏厅或者是出国演出的时候，会因为气温很冷，所以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盒子就是长长的盖上，保持口琴的温度，才不会太冷。那另外一个配置是我这里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卡槽，那这个卡槽我是有去量这个我自己的维修包，那这个维修包就包含我里面常用的一些工具啊，例如螺丝起子啊，一些半音阶口琴的零件，然后调音的工具，然后我通常会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卡槽的地方，它可以完美的卡住。那这样就是我在演出的时候会带的东西，你要调整、要维修，然后要加热也都有。那在台上的话，就你也很方便，因为你只要把这个盒子提上去，然后放在我们的后方，然后要用的时候打开，然后把口琴拿出来，上台吹奏，这个盒子里面的温度也不会流失掉。这个就是基本的加热盒的样子。那我使用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方便。虽然它看起来普通，不到很美观，但是它很方便，很容易的使用。好，那我们就实际的把这个转接器把它接上去。你在外面可以买得到的，就是像这一种2个输出的这种变压器，然后把加热片的 USB 头接上去。好，接上去之后啊，你就需要调整一下温度。那我个人都不会调高，因为高基本上会让口琴太烫。不过你也要视你的温度或演出的地方而定。那我通常都是2个调到中等的温度。那如果再温暖一点的音乐厅，就是有时候在台上会吹口琴吹到流汗的那种音乐厅，可能就用到低的这个温度就可以。然后你把盒子盖起来，这样它的口琴的后半部跟前半部的加热就会非常的均匀，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这个盒子的设计是一个是加热后半部，一个是加热吹嘴的这个前半部的地方，我觉得非常的方便。那如果想要动手做的琴友，也可以上网去购买材料。我记得像这种 USB 的加热片并不贵，它可能就几百块吧，几百块台币，它并不贵，所以你可以自己回来做加工，它可以省去你很多暖琴方面的困扰。第3个工具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必备良药的这个吹风机。那吹风机在使用的时候，它除了可以吹头发之外，也可以拿来暖口琴。所以在使用上啊，每把吹风机的风量啊，它的温度都会有点不一样。那一般的吹风机应该还会有这种风量的开关或者是温度的开关去做调整。那你要稍微用你的身体去感受一下这个风量跟这个温度会不会造成你的口琴有一些永久性的伤害，例如胶片会弯曲，或者是
太烫的话，胶革可能会变形。那我比较推荐你的方法是，你在暖琴的时候，就跟你吹头发的时候是一样的概念。你在吹头发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让你的头皮很烫，或者是让你的手很烫。那用吹风机暖琴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方法。在使用上啊，我通常会让吹风机跟我的口琴距离一个手掌的距离或一个拳头的距离，那这样你比较好去感受这个吹风机所吹出来的温度。那记得要来回的吹奏你的口琴，除了吹嘴面之外，反面也要吹，好让这个琴是完整的暖过的。那如果你只吹单面，或者是你只吹后面的部分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外侧是热的，那内侧还是冰的。那你一样，等到你空气吹进去你的口琴里面之后，你会发现，完全没有效，就一样会粘胶片。所以在暖琴的时候，记得是整把口琴都要暖，要均匀的暖，均匀的暖琴，这样的话会比较好，然后也会对你的口琴的寿命比较延长，不会有这种簧片还可以用，但是胶片却已经沾满口水，或者是需要更换的问题。接下来分享一些比较不是这么正统的方法，但我个人觉得很好用。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长期的电脑工作者的话，我可能会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编谱啊，然后修照片、剪影片之类的。那我电脑时常都会属于工作的状态。那这时候电脑在运作，它就会风扇就会转，就会帮助降温。那你可以找到你的电脑的散热孔的地方，你可以把你的口琴放在那附近，它就会有一个不错的暖琴效果。而且假设你今天工作累了，你想要吹吹口琴，吹完之后你就可以随手放在这个出风口的地方，这样你的口琴就会持续一直是一个很有温度的状态。那以我现在用的这个 iMac， 它的散热孔就在它的底部，也就是说我吹一吹，我就把我口琴放在桌上，靠近电脑的桌上，那它就会有一定的温度。那如果你是用 Mac Mini 的话，它会在比较靠近后半部的地方，所以你也可以把口琴放在接近后半部的位置上，一样都可以有不错的这个暖琴的效果。那如果你想要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的话，你的电脑一定要够老，因为够老，它里面的散热系统会变得不够好，然后你的电脑就会很烫，所以你的口琴就会有很好的暖琴效果。你也可以把旧电脑当做一个大型的暖琴机台做使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另外，我在日本演奏家山下里 Rei Yamashita 的这个演奏影片，它的口琴后面有加一个加热器，它就加在口琴的后半段的地方，它夹在上面有一个加热器。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找它的影片来看。那这个加热器，我发现在鼓口乐器有在卖，它就是可以在你演奏的当下也帮你的口琴做加热。我们以上提到的方法都是在你吹奏前你就要先加热。那山下林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它直接在口琴的后端放上一个加热器，在演奏的时候也会同时加热。但缺点就是你除了要拿麦克风之外，加热器也会有一条线，所以到时候你要去想一下你的线要怎么样的安排，才不会在你演出时遇到一些碍手碍脚的问题。如果你今天是学生，那你在学校练习，或者是你到比赛会场，那当然不太可能有插座可以让你接吹风机，所以这时候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自备暖暖包。那暖暖包这个东西，它可以提供的温度有一定的限制，那它也不能重复使用，所以相对的比较不环保一些。不过在某些场合下，你就只能使用这个方法。那冬天的时候，学生也可以带一些暖暖包去学校，除了你自己的手可以比较温暖之外，在练习口琴之前，你可能5分钟、10分钟，你可以使用暖暖包协助加热你的口琴。不要一上课你的口琴就粘胶片，这样在吹奏上、在练习上都会是蛮大的影响。那如果你连暖暖包都没有的话，那你就只好手握着你的口琴加热。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因为口琴它大部分是金属材质的，
一些入门琴都是金属材质的盖板啊、吹嘴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很难用手就让它保持一定的温度，尤其是在外在气温很低的状况下，通常你手放上去只会觉得身体很冷而已，除非你握着你的口琴，可能握个10分钟、20分钟，才会有比较好的暖琴效果。那这个都是在非常不得已的状况下，你才选择这样使用。所以比较好的状况是你有一个暖琴的盒子，或者是暖琴宝，或者是你有场地可以接插头用吹风机，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那手握绝对是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法。那一样放在你外套里面，放在你的腋下加热，这个都是尽量最后去选择，不要以这个为优先考虑。八音阶口琴有胶片的这个设计，为了防止漏气，但是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确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以你在做暖琴的这个过程一定要非常的确实。那你都已经买了5-6千块，甚至上万块的口琴，那你再多花个可能700-800块去买一个暖琴宝，或者是你上网去订购一个气密盒、防撞盒，然后回来自己改造成一个口琴的箱子，再花个200-300块买个加热片，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因为你口琴已经很贵了，那你总要买一个东西稍微的照顾它，就像你买了一只手机，贴一个保护贴，其实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照顾口琴除了可以让你的口琴使用的年限更长之外，也可以让你自己在练习还有演奏上会更加舒适，不会一直有粘胶片的困扰。尤其对于我们这种演奏者来说，如果我们在台上粘胶片一直产生啵啵啵的声音，其实是一件很烦的事情，而且它会明显的影响到我们在演奏上的律动感还有拍点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虽然感觉很小，但是你需要去被正视，需要去被解决的。以上就是今天所分享的口琴暖琴的方法。那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尝试。那如果你也有不错的方法，那欢迎也在评论区留言给大家知道。这里是 Dimi Studio， 好，拜拜。